大家好，这里是老翁养花的频道。因为粉丝里面喜欢法师的人很多，所以今天就回馈一下粉丝一直以来的细化和支持。所以说法师的四季养护，夏天22°C以上。法师和其他景天多肉不同的是，它最美的季节不是秋冬，而是春末夏初和夏天。养法师的人养了1年，法师也就盼这个时候了。不过美往往伴随着代价，法师最美的时候，也是法师最难熬的时候，这就需要设计一个重点问题度夏。一说到度夏，大部分小伙伴可能会伤心，有几个人没有在夏天死过幼肉呢？法师度夏相对于其他多肉，应该算比较好的，只要方法合适，一般不会死。随着春天过去，温度逐渐升高，4月末南方温度普遍在25°C左右。这个时候，法师叶子逐渐变圆，叶形逐渐变成玫瑰花形，也就是法师有足状态了。下面总结了几个度夏的方法：一，只要温度还不超过30°C，就可以继续正常养护。2，当白天最高温度高于30°C，但夜间温度不超过25°C时，还是可以浇水的，不过也稍微拉大浇水间隔，逐渐减少浇水频率。除此之外，这个时候还要稍微这样，如果你家是朝北阳台或者是朝东阳台或者其他地方，只要到了12点的时候是阳光就不直射的环境，就可以不用这样。3，当白天最高温度34°C以上，夜间温度有27°C以上的时候，就要给法师这样通风，或者是将法师搬到无阳光直射但光线明亮阴凉且通风的地方。记住通风好非常重要。最后就是给法师断水，断水也不是说彻底断水，平常可以给叶子喷喷水，大概隔1个多月可以选择在夏天等凉爽的晚上给法师浇点水，防止根彻底枯萎，预防法师秋天醒不过来或者不好醒过来。也有一些肉友夏天温度30°C以上就彻底不浇水也能安然度夏的，只要你能养得好，你说的都有道理。毕竟每个地方的环境不同，像云南等这些开挂地区，夏天也是完全可以入养的。像东北大部分地区，温度都不会超过30°C，就算超过30°C也是几天而已，法师完全可以入养。千言万语总结一句话，就是温度因素。补充一下浇水，春秋温度不高，浇水时间可以随意点。冬天温度低，浇水最好中午。夏天或者春末温度高的时候，浇水要在晚上浇，而且浇水一定要浇透。秋天10°C及22°C买来之后，经过3个季节的生长，法师根部强健，生长良好，更有利于度夏。法师最适合的生长温度是15°C以上，30°C以下，记住是最适合，不是生长温度区间。这个温度区间法师生长速度最快，而秋天的温度正好合适，所以这个时候法师生长旺盛，就正常养护即可。秋天浇水见干见湿，但要注意的是，温度合适植物生长，也适合细菌生长。所以为了避免法师感染菌类病害，在生长季节，法师一定要在定期喷洒1次百菌精，或者甲基托布金等等杀菌剂，或者管根，可以不同药物轮流使用。秋天喷洒样物可以1个半月左右喷1次，可能有的又有酶喷样也很安全，但是没事固然好，可万一感染了黑斑病，其传播速度极快令人发，之所以喷药是最安全的。冬天10°C以下早冬，南方一般是15°C以下，并且还在逐渐降温，但只要温度不低于零下，养护方法和秋天一样。当日常气温低于零下的时候，小伙伴们就要把法师搬到室内，且光线明亮的地方。当然家里有温室或者塑料小棚的，就搬进棚里。在搬进室内前对法师喷1次杀菌剂。冬天菌类病害少有发生，所以喷1次就够了。当法师搬进室内的时候，由于南方没有暖气，室内冬天温度基本上是10°C左右，这个温度下法师依然会生长，但是代谢相对缓慢，所以对水分需求不大。北方室内有暖气的地方，如果气温没到零下前，也是和秋天一样正常养护。
但是进了室内就有暖气了，这个时候温度正好，所以可以正常养护。进室内前也喷一次杀菌剂防护一下。冬天北方有暖气的地方，法师还是会拼命生长的。室内养护的时候，由于光线不均匀，植物都有向光性，所以为了避免法师歪头偏向一边生长，要隔一段时间转转盆，使其长得相对均匀一点。当然有条件的加个植物补光灯也是不错的。有很多地方法师进室内会徒长和变丑，这个不用太担心，等到了春天就又美回来了。春天10到22摄氏度，一年四季在于春。春天是个万物复苏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温度逐渐回暖，温度合适，法师就可以从室内或者温室等搬到室外进行露养。但是春天有注意到春寒，要多留意天气，不要让法师刚度过寒冷的冬天却冻死在美好的春天。不过春天一般多雨，要注意法师不要淋雨太多。很多时候因为淋雨太多，法师容易得黑斑病、霉炎病，所以杀菌尽量勤快一点，可以喷洒和灌根交替使用，这样可以防止抗药性。同时春天虫害比较多，所以大家要时刻观察。本期内容就分享到这里，粉丝朋友，特别是我的那位铁粉，一定要好好看看哦。祝你把法师用得又高又大又酷，不要忘记点赞、关注、转发。感谢你的观看，也感谢粉丝一直以来的喜欢和支持。最后，我们来欣赏一下那些惊艳你的法师吧。